师傅，我该走了。此一去，归期难测。有些话，还是直接对师傅说的比较好。我对师傅不一样，所以师傅万万不可再往前走，哪怕半步。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市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海市，半步不远，奈何你遇上的是我，一副残躯，命不由己。当年夷王以讨逆之名作乱，屠戮宗室，鞭挞黎庶，残害良者。太子伯耀宣称与国共命，悬梁殉国。阿胥与我百无凭靠，奋毕生之力，只为挽家国危亡于万一。见尽头的远路上，她和子簪姐姐是我仅有的同路人，可我却因为方家之祸一时冲动，提前合围，不仅害死子簪姐姐，也害阿胥命悬一线。为了稳定军心，不使局势再度反复，为了不让此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，也为了留住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成为了阿胥的白皙，从此与他命运一系。他的伤痛、厄运都由我来替他承担。海市，如果没有你，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了然一生吧。可有了你，更让我明白，什么叫虽然无悔，但却有憾。海市，对不起。海市，该整装了。是。今日卯时3刻，便要到朱雀门列阵。虽你秉承了上命，大家都对你客气，但不可以怠慢。一晚上思苦，抬头月阵阵如诉，触不到这能与风同处。心事点红烛，燃年华到迟暮，跟着你有生不算虚度。想做你的归途，
是追逐，不然征途，要亲自交付。愿我不念旧路，细雨照不江山寒风不。愿我青春皮肤，回忆一股，落魄也投入。承蒙你的倾慕，最后如醉珠。一生一次，心一好了，师傅，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傅吧。师傅，可还记得以前教我的行行重行行？师傅保重。还是齐捐勿负道，努力加餐饭。师傅保重。子尊，你走了以后，白昼一日比一日长，长的都过不完；夜晚又一日比一日短。有时候，一直睁着眼，天就亮了。昨日在南宫遇见了提兰，连他都看出了我的顾忌。他说做人都是很难的，真的好难。明明生着一样的脸，他倒是与你不一样。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一定会叫我坚持，坚持为人君。再而为人夫，为人父，直至百年，直至终老。可你走了之后，一切真的很难。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子赞，我知道你希望我坚持下去，可我又能与谁一起呢？皇帝陛下有旨，格尔种树，悉受朕言。今日告庙，祈愿诸君专任有功，以征不议，截诸暴慢，以明好恶。
着令青海公代行马仪，代祭牙旗，钦此。行马仪，跪拜。行，平身，祭旗。无报神奇，无形田猎，无悔土公，无凡无强，无曲和属器械，见其老幼，奉归无伤。虽遇壮者，不教勿敌。以上，赏不逾时，罚不牵列。是。陛下，千秋万岁！陛下，千秋万岁！礼成。青海公，老奴先告退了。线报称，新兵营近日将到达黄泉营。知道了。记得史书上说，端朝的末代影帝慕云生，最终在退出天启城的那一日，秋高风急，午后不知何处起了火头。到次日拂晓，炎焰已光照百里。正在想，当年烈火焚城那一夜，天色也不过如此吧。陛下今日让臣过来代行骂夷，不会是为了在此处怀古吧？子丹曾说，最爱这天启城秋日里的落日融金。他说这金色给人灿烂辉煌的繁荣之感。夕阳是美，日晚灵歌唱，烽烟满夕阳，日升日落，周而复始，终究只是寻常人家才能期盼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又想教训朕？臣不敢。臣只是觉得生于皇家，无法掌控命运的你我，不应该再有所期盼。该放手的，终究要放手。陛下觉得呢？建民，你年少时可不是这样。从几时起，你变成现在这样了？若万是真的可以放手，那你的心里难道空无一物吗？有。臣的心里有念想。陛下，从此望去，你看夕阳跟天空遥遥相接，似乎一体。他们是否可堪相配？看似相继，相隔却远。自大征立国以来，历代的君主与刘商方氏的家主就结下百隙之情。于我来说，求得太多，靠得太近，只是伤人伤己。如果你的哥哥们不死，朕的哥哥不死，站在这里的本不该是。陛下是天命所归，可你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
我不愿意，我从不愿意建明做我的白皙。是臣的意愿，一切都是臣的意愿。我们要学多久才能绣成这个样子啊？绣的可真好。参见青海公。公爷，居点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儿，上茶。不必了。点一，公爷，父亲既已去了，我说过，你不再是我的家臣。我们只是暗卫营的同僚，这声公爷，倒是不必。那今日您来灵锦寺，是有公事？居点一应该知道，建明承继了爵位，所以你我之间的旧事被重提了。今日来此，我是想说清楚。自从慈亲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效。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前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，希望你不要自误。原来青海公到此，只是为了告诉七七这些。点一，不要误了自己。青海公放心，七七都懂。七七从来别无他意。那是我叨扰了，我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。青海公，这么多年，七七早已经习惯，早就当您是七七的，把您当成七七的兄长。点一，要不先回房歇息吧。回去吧。姑姑，您的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刘儿去请医佐过来把把脉？去拿个火盆来。姑姑，您要做什么？是冷吗？火盆。是。
慢点啊，这桌子，哎呀，一个人拿不了2个人拿。哎呦喂，这可是海市最喜欢的东西，你可别给我摔了啊！哎，好的，大公子。师傅，海市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照您的吩咐，按照旧馆的样子大概置办呢。这海市肯定高兴坏了。师傅，徒儿有一事不解。海市说，您之前让他留在旧馆，是为了方便办您的婚事，而后又说不用让他办您的婚事了。这现在他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了昭明宫，这3番2次的，是为何呀？是他想多了，很多话我都未曾说过。我未曾说过，那又是为何？那是为何？给你。怎么了？咱们自东南向西走，每年10月大雪封山之前，都能遇见那些不怕死的雷州商旅，赶着运红花、吉贝和麝香进江岸。按说今年黄泉关共有13万人马过冬，胡库人也不会拣这个时候来啃硬骨头。汉州的路上该更安全才是。可是这一路上静得出奇啊！祝捻人、尼华罗人、南皮人一个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胡库人已经到了黄泉关？他们要是攻打黄泉关，我们过双环城市就该有消息。可是这个时节，戈壁沙漠里所有的祭泉都该干涸了，除了走毗罗山域沿河一带还有水草，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又险峻无路。他们不闯黄泉关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下雪了。这才9月末，这边竟下雪了。冰川，下雪了。他们是从冰川上来的。冰川，那里人可以通过吗？这几年来，冰川多少有所消融。天气变暖，冰舌与岩石之间那些数丈深的深下，渐渐被水携泥沙填补。冬季再冻结起来，就平缓得多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冰川便容易滑动崩塌，根本无法行走。若是震动太大，还会引动山上的雪崩。因此，咱们在冰川前的水井屯才驻扎了不到2000人马。可是今年，汉州8月末就下了雪，胡库人那边怕是9月，不，8月底就被雪埋了草场。这么几十年一遇的寒冻天气，冰川都被冻得结结实实。除了走毗罗山域和黄泉关以外，这冰川就是最好的一条大路。再加上地势崎岖，容易遮蔽人马。换了我是胡库人，我也宁愿走冰川。他们带的粮草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掠夺。是。从冰川出来后的20里便是水井屯，那里驻军不到2000，屯垦的百姓也只有2000多人，东西来往的商旅全在那里补给。咱们现在离黄泉关250里，
离水井屯170里，还压着13万人过冬的口粮。张大人，你先押粮回营吧，我带人去水井屯。你这是出阵，又没个人带领，这为何要人带领？我们几个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张大人，13万人的冬粮都压在你身上，自然不可分身。但这水井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都是大征的将士，不能伤了军心。粮草要紧，还是先返回本营，再派人前往水井屯。到了营里再派兵，就怕是来不及了。李副将、郑副将，末将在，你二人率2000人马，听从方大人调遣，前往水井屯救援。是，我们一同前往。还有我们。张大人，我去了。走。所有人，准备出发。明晚天黑之前，一定要赶回本营。师傅，黄泉营新军的消息到了。新军已经到达了汉州的戈壁，再过2日就到黄泉关了。总算要到了。黄泉关那边有什么异动？师傅，现在那边并没有新的消息。汤将军、张大人、符大人，黄泉营新兵与过冬粮草均已安全抵达。任重道远，有劳2位大人了。怎么不见新任黄泉营参军方海士？得知水井屯有被袭危险，方参军前往救援，军情紧急，未能通知将军，还请将军恕罪。没想到方参军去了水井屯。水井屯确有战事，我等到营房再议。请。汤将军，汤将军，水井屯战况如何？那些虽是胡库散布，但为数不少，且突然袭击加上下雪，消息来迟了。主营刚刚得到消息，正在谋划。只是按照胡库人的疯狂程度，这会儿水井屯怕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再者，沿途道路冰川结冰，其他消息还尚未送达。若胡库人是声东击西，主部意在袭击黄泉营，黄泉关怕也是一场恶战。如此，便只能弃车保帅，放弃水井屯，先守住黄泉关了。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，更何况有2000驻军。方大人前往救援去了，倘若放弃，损失重大不说，日后谁敢去水井屯屯兵？谁敢为大征守边效力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可黄泉关与水井屯孰轻孰重，应该不问自知吧？更何况水井屯与黄泉关相隔甚远，即便现在狂驰前往，剩下的恐怕也只有废墟了。不必争了，汤某觉得张大人说的对，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。本将军立刻派2名副将率其部众驰援水井屯。汤将军，这报！禀报将军，哨兵传来消息，有一路人马向着营地方向疾驰而来。可曾看清所属？打着大征的旗号，为首的是一员小将，看穿着应该是参军。是方参军。张大人，怎么样？水井屯的胡库人暂时退了，3200多胡库人逃了大半，其他的不肯降，好不容易留下20多个活口。现在水井屯的人正在忙着掘壕沟，守备不足，还想回来讨些人手。汤将军，这位便是方参军。方大人年少英勇，我与他在居北镇见过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士参见汤将军。陆副将、陈副将，在。你2人即刻率所属前往水井屯，驰援水井屯驻军形势。是。汤将军，水井屯形势紧急，末将也可以一同前往。有陆副将和陈副将就够了。待到壕沟挖好，冰川这一条路也算是堵上了。
你不必再去水井屯，就留在营中，关上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汤将军，整日奔驰作战，还请将军为我后面马上要赶到的兄弟们准备些汤食，尽快疗伤。方参军虽然年轻，忠勇善义，却得到青海公的真传。来人，为这些兄弟们准备汤食，诊治。是。39小儿感冒药，孩子感冒怎么办？就这么办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就那么点伤，还叫呢？这么戳你不疼？你不疼啊你？瞧人家水井屯的小样，我怎么了？啊，我什么样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也受伤了，我。诸位，汤将军来看望大家了。汤将军，方大人，不管伤势轻重，一视同仁。这些都是为大征国土洒过鲜血的人，日后还要为大征效力，不可轻待。是。伤口或许会很疼，但过去这一道关口，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将军说的是，这水井屯确实是一道关口。若不是因为我们大哥英勇无畏、战术得当，我们几个人死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就怕连这水井屯也失守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哥，我们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谢大人，谢冯大人。哎，将军，我们大哥安排了3路夹击之策，只给敌人留了1个出口逃跑，率领军民一起打击。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胡库士兵怎么能抵挡住咱们3路夹击军民联合呢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对，果不其然，就从大哥给安排的那一条唯一的退路给逃跑了。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只见大哥是身影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西门的土墙上。再翻回头看咱们水井屯，恨不得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旌旗招展。哎，将军，总之，我们是在大哥的带领下，赶走了胡库人，夺回了水井屯。我看你啊，打仗是没那么生龙活虎，这会儿倒绘声绘色了。你呀，就不该来参军，应该去说书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若不是事实啊，早就把你嘴给堵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方大人英勇，诸位也都是热血男儿，军中精英。我已分派了伙头，杀了羊，做了饭，今夜为大家接风，庆功。好。这关外气候寒冷，眼下冬季将至，是1年之内最难熬的日子。只有这些粗粟麦、羊肉和酒，全当为诸位接风洗尘了。方大人，还多亏了你，当断则断，飞驰前往水井屯救人呢。水井屯兄弟损伤过千，末将心中委实难受，怎经得起将军这样称赞？胡库人的凶残和暴力有目共睹，能保住水井屯的驻军和百姓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边塞战场，人如草芥，个中荣辱，天地共之。来，干！请。怎么不舒服吗？
方大人年轻出阵，战况又如此惨烈，一时反胃也是难免的。当初大家都是这个德行，久了自然就好了。那是，日后还要仰仗像方大人这种年轻勇猛的将领上阵杀敌，击溃虎库，要尽快熟悉起来才好。谁天生杀过人呢？我初见方大人时，只听别人称呼他方小公子，看上去身量中等，容色堪称秀雅，不似战将，倒像是个幕僚谋士。没想到这一打起来，竟如此勇猛，让汤某刮目相看呢。汤将军过誉了，是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才能击退敌军的。果然有刘商方氏的家风。刘商方氏这一代家主，青海公方建明，14岁便领军作战，驰骋于两军之中，6军必役，叫敌将折剑。当初经闻他病逝的消息，汤某还感叹良久。没想到青海公竟然还活着，真是世事难料，天命叵测呀！你到达黄泉营之后，必须要全力护卫汤潜子，如同护卫我一样。一旦我在都中给你寄信，无论内容如何，尽快杀了他。来，喝酒。可不是嘛，天命叵测。方大人，你殿选第3，必是曾入宫面圣的，陛下可安好？陛下很好。那昶王殿下和淑容妃可安好？都好。听闻昶王每日最新在养育他的鹰隼，淑容妃进宫以后生了一次病，不过很快就好了。都好就好，都好就好。还在抢修冰川下的壕沟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咱们已经沿着冰川悄悄来到了这边。还是夺路的主意有用，声东击西。不过3000人攻击水井屯，就遮掩了整个湖库左部的潜入。只要我们小心一些，再小心一些，黄泉关就是我们的了。师傅，黄泉营那边的消息来了。看来是有人故意切断湖库那边的消息线。原来是有内奸。师傅，汉州一带消息线需要尽快填补，倘若消息再有延迟，只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这次海师迎难而上，保住了水井屯，下一次只怕会带累黄泉关。此事要详加部署。表面上我们是要填补新的消息线，实际上你要不动声色地安插其他的内线，两边分单线进行，不可交互，不可走漏风声。新的细作线由你来掌控，静待时机，引蛇出洞。是，徒儿这就着手去办。师傅，海师那边，我要不要跟他讲一下？我担心他一……这都个把月了才好的差不多，淑容妃日后也应当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不相干的事情就不要去做。
这回婢子说的有道理。上次在南宫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陛下虽然喜怒难测，但只要稍微温顺一些，你也未必不能在宫中求存。毕竟有子簪皇后的情分在，天长地久，她总得照看你一二吧。我不愿取这个巧。哎，淑容妃。淑文妃可是想小乖了，也不知道这皇帝怎么想的，兔子也不让养，小乖在玉安宫也没招惹他呀。留在玉安宫未必是好事。幸好有穆内官，我听说小乖如今是几个内官在照料，他们料理的也很仔细的。淑文妃，婢子姑娘借不说话。婢子姑娘，淑文妃，打听到了，如何？小方大人已经随军到达黄泉关，路上还顺路去了趟水井屯，率军不过2000，击退了胡库3000多人，保住了水井屯，首战告捷。可有受伤？听击风馆的侍卫说，小方大人英勇无比，毫发无伤。太好了，小方大人毫发无伤，首战告捷，朕初哥哥身边又多了一员猛将，这可你的了。好倒是好，婢子姐姐日后打探这消息也要小心些，万一被那大真皇帝知道，咱们淑容妃又要遭殃了。你们俩去给我拿点彩纸来。又不是逢年过节，要彩纸做什么？快去。是。陛下，这今儿的菜不合口吧？要是不合口，炉子上还煨着麂子肉和蛋粥。不必了，再去温一壶酒。陛下，您还是少喝点吧，饮酒过量恐伤及五脏啊。奴婢多嘴。陛下，楼上请，岑月下连经。祈请龙尾神保佑大家明年都可以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杰明喝多了，哎，怕不是墓上哪家姑娘了？喝多了就丢下去，醒醒酒。哼，我没有醉，丢就丢吧，我不怕水。
你才怕呢。原来阿旭怕水。谁说我怕水了？不怕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你不是没喝多吗？我们接着喝呀。梦见茂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，生计作吹笙。淑容妃还是快些吧，若是被发现，恐怕又要生事了。最近边关战事吃紧，陛下政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旁的人更是不会管咱们的闲事儿。再说这双平湖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们就放心吧。龙尾神保佑，保佑珍珠哥哥和小王大人平安，一定要平安。陛下，您小心点儿啊！这脚底下别打滑啊！陛下，哎呦，哦，这是何物？哎，这是水灯啊！哎呀，这宫里不许私放此物啊！奴婢这就着人检查。哎呦，陛下。供奉龙尾神的香叶酒呢？啊，我忘了，提喝蜡亭子里了。我陪碧红去取吧。好，快去。哎呀，陛下，这……子簪，子簪，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陛下，能不能不要走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喝。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
不冷了，盖好被子，一会儿就暖和过来了。子赞，我好高兴。陛下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昨日陛下不小心落水，受惊着凉，且墓内官让我留下，臣妾便陪着。陪着？朕可从未曾要你陪着。金城宫是陛下起居之处，无诏不得入，提篮有罪。昨日是朕喝醉了，要不是有你在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提篮，你有功劳，起来吧。这都是提篮本应该做的，不敢居功。朕一向赏罚分明，更不想欠别人的人情。想要什么都可以提。蒙陛下恩顾，自从回到玉安宫，吃穿用度并未减薄臣妾，日子过得很好，提篮很知足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请御医来给陛下请平安脉。陛下呛水了，容易着凉，千万别生病才好。朕无妨，都是你，怎么还穿着昨日的衣裳？穆德庆呢？就不能给你找一身干衣裳换了吗？不怪内官，臣妾原本是想等陛下睡安稳了再去更衣，没想到自己却先睡着了。退下吧，记得让他们给你熬几副药。这2日别出门了，好好将养。是。慢着。那只兔子，他们给你送回去了吗？陛下在说什么？正是说，那只兔子在朕这儿养着不合适，记得让他们给你送回去。不必跪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体恤。青海宫这边，淑容妃，
青海宫。梳妆费。陛下。谁？青海宫求见。进来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点小事就把你也给惊动了。有奏报，黄泉关的捷报已经传来了。这汤前字当真挺会做人的，口口声声都在褒扬方海市，好像没了方海市，水井屯就丢了似的。怎么？你这么快过来，不是看朕，是为了给方海市讨赏？臣今日过来，是想跟陛下商讨如何加强汉州的细作网线和黄泉关的安危部署。现在边疆未稳，臣认为胡库对水井屯的一战，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你是担心黄泉关，还是担心你那个爱徒方海市啊？朕知你已着手派人处理一事细作，可曾有何风声？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细作的消息如何传出去，还需要查实。汉州一带的细作网线一直都是七七在负责，这阵子也劳累他了。前线战事固然重要，但黄泉关凭借其天然屏障，也并非这么容易攻破。倒是你们的婚事，别因此耽误了。臣的婚事，方海市领命前往黄泉关时，朕告诉他要给你和七七赐婚，他没告诉你吗？臣无意成婚，也不要再提，以免误了居点一的终身。什么无意成婚？方建民，七七待你不薄，难道你想让整个天启城和皇宫的人都看他的笑话吗？臣意已决，请不要再勉强。除了黄泉关之外，陈赫然那边已经3番上书，称吐火虏与泥华罗已然连纵。臣恐将来西南不稳，公事繁忙，臣日夜脱不了身，请陛下以社稷为重，不要再勉强见明。朕算是听明白了。好，那即日起，负责胡库新眼线填补一事，就全权交由居点一处理。陛下，你不是事务繁忙脱不了身吗？那好啊，你就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免得到时候有人议论说朕苛刻陈宫。现在情报之事还没有查出来，有可能是人为，也可能是偶然。如若真的是人为的话，我明敌暗。还有，居点一有眼疾。怎么，你现在在意七七的眼疾了？再怎么说，七七也是暗卫营线报细作的头领，这点事儿难不着他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你事务繁忙，不便参与细作网线修补事宜，且去与居点一交接吧。